宣布天下秀才选正式开始。各位都是来自大江南北，都是秀中精英。我们第一回合比的是自家预先准备的秀作，自由选题，风格不限。慢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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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撤！撤！王爷，下官还没有宣布比赛规则呢。已经延误了开始的时间，就不要再浪费多余的时间了。撤！这。撤！宁王，宁王只看一眼就断定我们的生死，小人不服。你的麒麟图用色俗艳，构图混乱，远近大小不分，第一眼就已经不顺眼了，还用再看第二眼来浪费时间吗？宁王真是慧眼，真是行家，只一眼就看出了那么多。宁王在宫中自有看熟的，都是顶尖的刺绣，只要稍有瑕疵，都逃不出他的法眼。好，一路看下来，只有你们3个人的绣作没有污了本王的眼。那好，本王就再跟你们玩个好玩的，让你们一决高下。流连万象，沉吟视听，物色之动，心意摇烟。刺绣要动人心，必先动绣手的心。题目只有2个字：动心。无论你们绣什么，只要绣得令人动心者为胜。你觉得你能打动本王吗？为什么？我绣的是礼乐龙门，我从懂事起就开始学绣，为的是扬名声、显父母。礼乐龙门就是我的理想，也是父母对我的期望。行了，你也说说吧。地裂了，天崩了，人间何事？我曾经与我娘子相爱，不能相聚而痛苦不堪。但是，我想到，女娲炼石补天，天地得以共生，才有天长地久，地老天荒。
天地尚能修补，破镜自能重圆。曾经已经被你一手给毁了，你以为破镜还能重圆吗？好一句“天地尚能修补，破镜自能重圆”。本王虽然不知道你的故事，但本王希望你和你的娘子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。谢谢王爷。本王看来看去，却未能看出你绣的是什么。你是不是要和本王说一说？王爷，请允许民女将之前绣的昙花绣和这幅拼在一起，王爷自然就明白了。哦，原来你绣的2幅都是昙花，只是一幅形似，一幅意似，一幅是昙花盛开，一幅是昙花未开，有趣有趣啊！谢谢王爷。先别急着谢本王，本王还没说你赢了呢。你先绣的是昙花盛开，又绣的昙花未开，这玉体在前，你不怕新作品被比下去吗？再有，这昙花未开怎能打动人心？本王倒是觉得昙花盛开更能让人动心啊。昙花开的时候只有一瞬间，感动也只有一瞬间。错过的人就是错过了，无法让昙花重开一次。可含苞待放，就意味着等待与守候。未知的一切，可以随意想象。这，就是等待的乐趣，也是默默守候的心意。就如爱情，不求爱得天崩地裂，只求长相守，细水长流。你们都到台前来吧。你的礼乐龙门堪称苏绣的典范，不论是针法、着色、构图，都是1等1的。谢谢王爷。不过你的绣作太合乎规矩，4平8稳，样样都好。说穿了就是没有个性，不知道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。不但不能够打动人心，反而看过之后就会忘记。一个只有绣技没有个性和灵魂的绣手，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个出色的绣匠。徐恨，你的女娲补天，意境壮阔，气势摄人，描绣风格让本王今天是大开眼界，深深打动了本王。本王敢说一句，描绣独步天下，绝不在中原4大绣之下。不过，女娲补天虽惊心动魄，但又身心疲惫。徐恨，你的绣作骤眼让人震撼，看久了就会有一种莫名的疲惫。江家园，你的刺绣不但手艺不堪，就连你之前的作品都不如。本王不在乎你的手艺，在乎的是你的心思。同样是出自你手的2幅作品，风格、特色、意境各异。本王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别出心裁的刺绣。你让本王看到了等待中的动人之处，一切未知的可以随意想象，让人充满希望。也许这就是等待中的美丽和默默守候的心意。本王
为太后挑选寿礼，昙花秀不做二选。本王宣布，天下第一秀才就是江家源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老爷呀，你才醒过来，大夫交代说让您好好休息，不要出门。我要去看锦风比赛，早上要去的，怎么突然晕倒了呢？哎呀，真是！哎呦，你们可回来了，怎么样啊？锦风，怎么样？咱们杭家是不是赢得了天下第一秀才了？啊？爹，对不起。啊？这怎么？我们输了吗？那天下第一秀才是谁呀？嗯？圆圆。啊？他凭什么呀？圆圆，那就是江家赢了。江学文呢？哎呀，老爷，我始终还是赢不过你呀！哎，少爷累了，你们去做点好饭好菜过来，快点啊！是。还是儿子好。今天换作是我落选，估计你和爹就会对我痛打一顿了吧？你还说风凉话！哼，儿子，别难过啊，娘知道你的手艺是最好的，不过输了一场比赛有什么大不了的呀？没拿到天下第一，杭家也不会因此败了呀。放心吧，失去了天下第一，就等于失去了秀宫廷御用绣品的机会。现在江家源风头大出，他和方天宇是连成一线的，到时候会把我们杭家所有的生意都给抢了。你说够了没有啊？他可是你亲哥，他的手现在伤了，还要去比赛，这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要怪只能怪你偏心。如果当时你让我去参选，绝对不会是现在的景象。我如果让你去比赛，你一看到那个方天宇，你就会马上分心，马上输。哼，景风啊，你不用听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天下秀才选，圆圆真的拿了第一，千真万确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圆圆终于赢了，圆圆终于赢了！我看呀，保佑江小姐这阵子可要忙死了，估计她也没时间来跟老板娘聊天了。没关系啊，就算我们彼此不常联络，有你给我们送书信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彼此的近况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听人家说，那个宁王本来要把天下第一给神绣坊的徐恨，结果还是江小姐拿第一了。天意，老天为什么总是捉弄圆圆？徐恨不但没有死，还在他和方大哥要成亲之前出现，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呢。爹，娘，这就是昙花秀，我就是凭着他们得到了天下第一秀才。你们在天上能看到我？哥，圆圆给你争气了，不但赢了比赛，以后还专攻御用刺绣贡品，名扬天下。你和嫂嫂可以安心了。江师伯，天宇不才，但愿意在你的坟前起誓，今生今世好好看护圆圆和念祖，扶持圆圆重振江家第一秀庄之名。只要我方天宇还有一口气，绝不会让他们受半点委屈。您老人家就放心把女儿交给我吧。
来，今天高兴，无醉不归。来，我们敬你一杯，敬你一杯。干！坐。好。我们虽然这一次没能拿到天下第一秀才，可是我们让全天下的人都见识了我们的苗绣，知道了我们苗绣的出色。我们不再是4大名秀之下。宁王对我们的苗绣也很感兴趣，他还说有意将我们的苗绣作为贡品呢。哎呦，那真是是哇，好了，高兴，喝，来。哎呀，房主将苗绣发扬光大，名震天下。我们再敬房主一杯，来，好，我们大家敬房主一杯，来，干！倒上，来，我们再来一杯，来，吃好喝好啊！好，来，吃，玉凤，他不会听你的，你忘了吗？你们说好的，这事完了以后各走各的。我不能丢下他，没有他，哪有我们今天的风采？你把我和念祖当什么？呼之则来，挥之即去吗？他爱念祖，用他的命去爱念祖。我已经找到我的幸福。雪恨，你怎么了？啊？你怎么回事啊？我要修天补地，雪恨，我要修天补地。你修天补地又如何？你拿天下第一又如何？江家园都不要做你的妻子了，你在这里发什么疯，吐什么血呀？他看不见，就算看见了，他也不会回来了。不要你管！徐恨，你不是一无所有，忘了苏州，跟我回神秀坊。你带一个死人回去，有什么用？我们各走各的吧。不要！你不是死了吗？死人带不走的东西，我帮你毁了。既然你放不下，那你就把它抢回来。你说什么？只要你愿意，我苗玉凤愿意帮你抢新娘，就算她上了轿子，我也帮你把她抢回来。王爷，您这几天跑到哪儿去了？我找遍了苏州城，也没有找到您。本王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微服出巡。王爷辛苦了，那至少让卑职给您换身衣服吧。本王高兴，这个你就甭管了。哎，你看这个漂不漂亮？本王才买的。王爷，王大人和苏州乡绅们备下宴席宴请您，时候也不早了，咱们回去吧。你看本王也乏累了，你帮本王推了他们吧。也好，既然王爷已经累了，咱们就恢复休息吧。对了，刚才在路上的时候，本王看到有卖肉串的，本王饿了，你去给本王买几串回来啊？你怎么还不去啊？王爷，您上次让我给您买包子，我一扭头您人就没了，所以卑职决定了，为了不让这种事情重演，从现在开始步步紧跟你，直到回宫为止。连本王的话都不听了吗？卑职不敢。去吧。那王爷在这稍后，卑职一会儿就回来。嗯。
王员外的衣服洗好了没有？洗好了。这你洗好的衣服啊，怎么比之前的还要脏还要臭呢？哦，老板娘说了要省点水，就用你的洗脚水洗的。你回来了，太好了！陈爷和黄员外都来了，我又分不开身，你去帮我照顾会儿吧。我去帮你照顾。不如我去帮你照顾吧，哎，就不劳烦你以红姐了。走。哼！我行吗？我去招呼黄员外，陈爷就交给你了。哎，去！哎呀，翠芝，哎呦，陈爷好，两位爷好。我说那个翠芝怎么出去这么久啊？怎么还不回来啊？不是去偷见那相好的了吧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陈爷，翠芝坏肚子上厕所了。要不咱们边喝酒边等？等？大爷，我花钱是来找乐子的，不是花钱来等的。哎，陈爷，你找乐子来我们如意馆那可就对了。你看，看，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齐天大圣孙悟空。宁王怎么在这儿？在耍猴戏。好玩，不错。张嘴，好，实在是不成体统。好玩，再来。放什么你？对，竟敢如此对待！你住口！可是王，放肆！我让你放手。卑职失礼了，请王爷恕罪。怎么回事啊？他怎么叫你王爷啊？陈爷，你听错了，他叫我王七，没叫我王爷。客官，您肯定是喝多了，走错了房间是吧？我带你找回自己的房间啊。陈爷，我马上就回来。走，我听错了。我跟你说，本王正在体察民情，别跟着瞎捣乱，赶紧走。王爷留恋温柔乡，卑职可以理解。可王爷为什么让那些下人呼来喝去，还表演猴戏？这实在是不可理解。小乌龟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老板娘，你叫谁小乌龟呢？叫我呢。老板娘，我叫王小七，差点就叫王小八了。小乌龟是老板娘给我起的艺名，只有老板娘才能这么叫我的。阁下是尹建飞，尹侍卫。你是白夫人。白夫人，您的这位老板娘曾经是白长喜的夫人。白长喜，那个死太监。更没想到，白夫人还记得在下。当然记得了，那次白公公设下宴席，特请尹大人和其他大人来看。尹侍卫借古讽今，讽刺白公公是佞臣，把他气得半死。小女子当然记得尹大人了。原来如此，你能离开白长喜这种人，确实是件好事。只是没想到，你会因为救人，做了这如意馆的老板娘。我们老板娘可好了，救了好多被坑的姐妹。对啊，就连我小乌龟落难街头，都是老板娘好心收留我的。老板娘好心一定会有好报的，这老天爷会眷顾好人的。难怪王爷要微服出巡，原来都是因为他呀。尹大人，我给您斟酒。您坐。尹大人，您就拿我小乌龟当下人使唤着，要不然我们老板娘会怪罪我的。我们老板娘一不高兴，那我心情也不好。我心情一不好，我身边的人就要遭殃了。尹大人，您听懂了吗？明白。小乌龟说话莫名其妙的，尹大人你可别往心里去。听白公公说，宁王啊是个特别爱热闹、特别贪玩的人。尹大人这么伺候在他身边，一定很不容易吧？其实宁王老板娘，宁王可是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、博学多才、乐善好施、亲和友善，深受宫里男女老少的喜爱。我想，那白公公
一定是对宁王这种真男儿既羡慕又嫉妒，所以呢，才在背后恶意重伤他。尹大人，您说是不是？啊，是，一定如此。哎，小乌龟，你怎么那么清楚宁王的事呢？我都是听说的。宁王的美名那是天下传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嘛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哎，老板娘，老板娘，小的给您斟酒。尹大人，来，尹大人。她之前嫁的是个太监，那她一定还是个这么好又命苦的姑娘。本王一定要把她救出去。哎呀，我一大早就出门找你，你果然在这儿。我想多做些服装刺绣的图式，让宁王带回宫。如果能绣好样板，呈给宫里的人看，那就更好了。这绣房啊固然重要，但是你的婚事更重要啊！成亲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，走，跟我去办婚嫁的事。哎，姑姑，你带我去不就行了？这下午还有一批新请的绣娘要来上工呢，我得带他们。这种小事让其他的绣娘做不就行了？对呀，这里有我们就行了。你们赶快去置办嫁妆吧。是啊，要是方老板知道你忙得连嫁妆也不贴，会怪我们的。你快去吧。就是啊，快去吧。好吧，那我去一会儿就回来了。棉被、喜饼、漆器都买了吗？买了。龙凤镯呢？哦，还没有。只欠龙凤镯了。龙发髻的橙色足，可是天福号的款式却比较新。哎，你想要橙色足的，还是花样新的？圆圆，姑姑，你决定就好，反正只是成亲那一天戴，何必这么讲究啊？哎，我的手帕呢？明明放在这儿啊！奇怪，姑姑，这什么手帕丢了呀？丢了就算了，这绣房里多的是呢。不行啊，我一定要找到它，一会儿我要送人的。这么紧张这手帕呀？想来这要送的人也是姑姑很看重的人喽。我之前误会了一个好朋友，所以就想把这个送给他当做赔礼。这你赔礼来，我谢礼去，来来去去姻缘就成了。哎，到底是谁啊？是不是那个尹侍卫？看来姑奶奶的好事近了，咱们是不是也顺便给她添点嫁妆？瞎说呢。姑姑，到底是谁啊？你就告诉我们吧。是啊。我哪有什么姻缘好事啊？快去买玉镯吧。走吧，江福。哎。不来就不来，以后不见也罢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我去替宁王办了点事，着急了吧？哼，睁眼说瞎话，分明就是流连烟花之地。这个是我刚买的，谢谢你替我找宁王。给。你不是去帮宁王办事了吗？怎么会有闲情买耳环？我早就想给你买个礼物了。刚才宁王让我去买耳环，所以我就顺道给你买了。宁王为什么要买耳环？
这个我不能说。你是给别的女人买的吧？什么别的女人？这耳环不适合我，你拿去送给别的女人吧。雪敏，雪敏，难道雪敏对我根本没有意思？这世上还有这种事情啊？哎，拖欠清冷女子的钱，简直禽兽不如！我跟你说，要不是你不让我动手啊，我早就收拾他们了。我们无权无势的，又能怎么样呢？别怕，以后有我保护你。哎，别动，有只蝴蝶停在你头上，喏，哇，好漂亮啊！送给你的。你会变魔术？我又不是神仙，当然是买的啦。你哪来那么多钱啊？哦，是客人们给我的打赏钱。哦，你这么聪明伶俐，难怪客人会给你那么多赏钱。可是你不应该花这些钱，你应该留下来存着。嗨，孝敬老板娘是小的生存法门，不算是乱花钱。哎，你走路看着点。杭少爷。宁王啊，宁王，他喝多了认错人了。哎，我知道怎么去打动人心了，我一定能拿下天下第一秀。宁王，你喝多了认错人了。宁王，杭少爷，我求求你，宁王，你没事吧，杭少爷？求求你帮帮我，把他扶进去。你怎么总是在街上捡人回去？你开的是妓院呢，还是善堂啊？走吧，走吧。快！宁王，宁王，哎，谁叫本王？宁王，我杭景峰才是天下第一，我杭家才是天下第一秀庄。原来是你小子在叫本王，怪不得本王睡得不踏实。一会儿你醒来把本王认出来，那怎么办？小乌龟，你在干嘛呢？啊，老板娘，古书上说炭灰可以美容，所以我决定以身试探。等有效了传授给姐妹们。啊，你醒了？杭少爷，你醒了？你是？我是明娟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哦，你是圆圆的朋友白夫人。啊，她现在谁的夫人也不是，她现在孤身一人，这不关你的事。既然你醒了，就赶紧回家吧。啊，走。小乌龟，杭少爷，你一夜未归，你爹娘肯定很担心你，你还是赶紧回去吧。我哪儿都不去，就在这儿。当然，我会付你银子的。你男子汉大丈夫，胜负乃兵家常事。输了一次天下秀才选，有那么丢人吗？还赖在我们这儿不走了，不如死了干净。你是谁啊？啊，我是你哥。我哥？我是王七，你是王八。你个小小的龟奴，你敢消遣我？哎，杭少爷，你别生气，小乌龟口无遮拦。小乌龟，你快去做事，快去！啊！杭少爷，你家世好，秀艺高，以后肯定前途无量。你何必为了一时失意而放弃自己呢？我太让我家人失望了，我没脸回去见他们。要是打搅了我就……杭少爷，你别误会，其实每个人都有失意的时候。你不愿意回家，我也理解。要不你就在这休息，等你好了再回去。谢谢你，明娟姑娘。明娟姑娘，听起来都肉麻。
臭小子，好，你还赖在这儿不走了？本王偏偏让你回老家。哎呀，你哥已经3天不回家了，也不知道躲哪儿去了。哎，他能去哪儿啊？不是出去买醉，就是喝醉了找不到回来的路。别担心了，等他酒醒了，自然而然就回来了。你说的倒轻松。你哥，他好不容易重新做人，却再受挫折。我是怕他受不了，我怕他会想不开做傻事。他要真的会去寻死，他要真有这个勇气，就不至于沦落到现在这步田地了。哎呀，夫人、小姐，有人来送口信儿，说景风少爷在如意馆。啊！你说这杭景峰，他怎么堕落成这个样子了？啊，这刚开始娶个丫头，现在还跑到那种下流的地方。要是被爹知道了，爹肯定会被他活活的气死。可能真是我教子无方，才让景峰一错再错。我不能再让他错下去了，我要把他找回家来。书上说了，炭灰是可以美容的。我才不信呢！是啊，吹牛的吧你？吹牛！哎！你们把杭景峰藏到哪儿去了？杭景峰是你的客人吗？不是，是你的吗？不是啊。杭景峰，景峰！呵呵，杭景峰的娘果然名不虚传。本王刚才找人送信，这么快就杀来了。大婶儿，你要找儿子啊，上别处去，别在我们如意馆这儿捣乱啊！就是啊，我知道我儿子一定在这儿，你们藏着我儿子景峰，我这就报官去。哎，杭夫人，哎，杭少爷呢？确实在本馆当中，小的这就带您去，走。哎呀，真够厉害的。久违了，杭夫人。哎，你是白夫人？我现在是本馆的老板娘。杭少爷请我转告夫人，他想在本馆休养几天，还请你先回府去，等他好了，他自然会回去。休想！你自甘堕落也就算了，这里全都是些不干不净的女人，你还想带坏我家儿子？喂，你嘴巴放干净点儿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难怪景峰最近老是喝酒，搞得他的手总也好不了。哼，原来是你呀！是你在帮助那个江家园，迷惑我的儿子，让他没办法专心比赛，所以才输给江家园的。你们真是又好歹毒啊！你们，杭夫人，你误会了，你误会圆圆了。我误没误会，我比谁都清楚。这个江家园，他没了男人就开秀场，朝三暮四的；而你呢，你死了男人就开家妓院，勾三搭四的。你们俩呀，还真是天生的一对祸害男人的下贱好姐妹呀！大胆刁民，你敢动他一根汗毛，本王小七绝不饶你！哈，你一个小龟奴竟敢恐吓我！我倒要看看你们这些人能拿我怎么样！来人，动手！哎，景峰，别住手！别！景峰啊，跟娘回去啊！走。娘，云娟姑娘，实在对不起，下次再来向你赔罪。哎呀，还不走！不干净的女人！娘，快走！怎么说话呢？是啊，怎么回事啊？你别哭了，都怪我不好，没事招惹那疯妇，害你受辱。哦，我是说，那疯妇风言风语的，你可千万别放在心上。其实也不怪杭夫人，我出身卑微，有这身行头，难怪别人会说我。你听说过太祖皇帝和马皇后的故事吗？马皇后虽然出身微寒，但是她遇见了一个珍惜她的太祖皇帝。别人拿她当根草，可是皇帝拿她当个宝。我曾见过马皇后的画像，
我觉得你有几分相像。依我看，即使以后你做不了太后，也一定会苦尽甘来，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。你又来了，你一介平民，怎么见过马皇后的画像？我真的是亲眼见过，等有机会一定带你亲眼见见，你就知道我不是在骗你了。谢谢你，小乌龟。你笑了就好，你笑起来真好看。圆圆，换好衣服没有啊？圆圆，哎呀，你怎么还不把喜服换上呢？这喜轿都在外面等着了。哦，圆圆，嫁给方天宇这样的男人，以后的好日子就在眼前了，你可不能胡思乱想啊！我知道了。来，我帮你换喜服。江家园，你别再胡思乱想了，马上就到方家了。快！怎么没声音啊？大哥，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怎么突然跑到山里来了？新娘子别着急，新郎官已经在前面等着你了。快！停下来！停轿！我要下轿！停轿！是你？念祖报来了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还不快带他们走！徐恨，你居然抢妻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这主意是我出的，这婚也是我抢的，跟徐恨无关。一个男人看着自己的妻子跟孩子被人家抢走了，还无动于衷的话，他还算是个男人吗？徐恨，还傻站着干嘛？还不快走！念祖，爹终于抱着你了。一会儿一醉方休啊！王大人，方老板，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的内弟，还有他新娶的二房。哟，哎呀，早就跟你说过，跟你哥一样，在家眼不见为净多好，偏要到这儿来，强颜欢笑，替人家高兴，自找没趣。我就是要看看他们能高兴多久。哎，好，今天一定要喝个一醉方休啊！好，杭夫人，杭小姐，方老板，恭喜啊！祝你们永结同心。哎呀，谢谢。方大哥，送给你，谢谢。这是我们一点心意啊！谢谢。老爷，新娘子，失陪了，来，先请进。请。好，来，新娘怎么了？哎呀，老爷，新娘子和花轿都不见了。
我也不知道，当时天宇，念祖不见了。什么？我刚去看念祖的时候，念祖不在床上，奶妈也昏倒了，是不是被人偷着抱走了？连念祖也不见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还有谁不见了？二夫人连人带轿都失踪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办呢？是不是被绑票了？刚好王县令王大人在，爷。千万别惊动王大人。可是，我知道是谁带走他们母子俩的。大友，你马上去吉祥客栈，去找神秀坊的人。千万别惊动任何人，去吧。神秀坊，你怀疑是徐恨？房老板，我发现你不理我呀。来了。心里千万别慌，当没事发生，继续招呼客人。徐恨，你到底走不走啊？再不走，方家的人就追来了。圆圆，本来我还犹豫应该怎么做，可是当我抱着念祖，抱住我们的儿子的时候，我确定了，我们一家三口不能分开，绝不能。走，跟我去云南。来，新娘还不来啊？新娘子就快到了，多吃点啊！好，来，咱先喝着，来，多吃点啊！好，谢谢，来。新明说了，江家园是连人带轿一起不见的，估计他早就有预谋，要跟徐恨私奔吧。哼，亏了我们来了，要不然就错过这场好戏了。哎，那个女人真是死性不改，三心二意临阵逃婚，叫方老板的脸往哪儿搁呀？来，爷，走，来一下。来，咱们继续，继续。神秀坊的人全走了。圆圆真的跟徐恨走了，对不起啊。他如果不想的话，他可以早一点说嘛。现在宾客全都到了，他才临阵逃婚，岂不是让我们难堪啊？天宇，我们要不要再派人？不必了。天宇，圆圆要是跟徐恨走的话，我追回来也没有意思。我相信他，我就在这里等他。你还看不清楚吗？我现在要嫁人了，你怎么还不明白我的心意，还要纠缠不休？我舍不得你，我也舍不得念祖。把孩子还给我。圆圆，我不相信你会对我这么狠。方大哥在等我，姑姑和方家的人都在等我，我不能再让大家担心了。就当我求求你了，放过我和念祖吧，让我们安安稳稳的在苏州过日子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爱他，他也爱你，哎，怎么就不能在一起啊？你们本来就是天生的一对儿，你还为了别的男人放弃他，你真是我见过的天底下最愚蠢的女人。我告诉你，我为了徐恨，我可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你不肯跟我们走，那我就绑你去云南。来人，不要伤害他。放他回去吧。为什么呀？我和姑姑，我们好不容易才……放他走！念祖，念祖，对不起，这是爹第一次抱你，也是最后一次了。等你长大了，要好好孝敬你娘，替爹去疼你娘，知道吗？
跟娘回去，好好过日子。玉凤，请你送他们回去，一定要把他们安安全全的带回方天宇的身边。方老板，新娘子怎么还没来呀？虽说这江家原是天下第一秀才，可毕竟嫁过人，生过孩子，能嫁给你方老板那是她的造化，怎么还让我们这些贵客等啊？王大人，我看您是喝多了吧？啊，圆圆嫁给我，是我的荣幸。如果王大人公务繁忙的话，那就请自便吧。啊，不忙，啊，不忙啊！来了来了，方老爷来了，真的，新娘子来了，真的。哎呀，回家。哦。圆圆，行礼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。圆圆，对不起，今天让你担心了。没事，回来就好。你姑姑呢？我让他们先回去睡了。你怎么还不睡啊？人家洞房花烛夜幸福着呢，你在这儿痛苦。笨。哎呀，我是笨，我是天底下最笨的人。我比你还笨。别喝了，别喝了，别喝了，别喝！干什么呀，徐汉！圆圆，
爱我吗？没事的，我明白。你今晚好好休息，我去书房睡。难道你我之间的缘分就只是昙花一现吗？圆圆已经是方天宇的人了，我干嘛总是放不下？我辜负了圆圆，可不要再伤害玉凤。醒醒吧，醒醒吧，许恨！姐姐，请喝茶。起来吧，去那边坐。坐。咱们姐妹啊，以后要相亲相爱，妹妹就不要再拘谨了。看你脸色苍白，眼圈黑黑的，怎么，昨晚没睡好啊？是没休息好。洞房花烛夜，天宇却独自一个人在花园里喝闷酒。他怕打扰你休息。天宇对你真是好的没话说，你说是不是？我知道，是我不好。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。我知道，昨天你也够折腾的了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天宇的心里也不好受。昨天宾客满堂，新娘子却迟迟不见人，她装得若无其事，其实她的心里啊，比任何人都要着急。那个王大人喝醉了酒，胡言乱语，他为了维护你，还跟他冲撞起来。天宇对你这么好，要是你还不珍惜他的话，那真是对不住他了。姐姐放心，我已经跟徐恨讲清楚了，既然我已经嫁到了方家，就是方家的人了。我知道，我只是想要提醒你，天宇真是个难得的好丈夫，我们当妻妾的就更应该尽心尽力的伺候他才是啊。都怪我肚子不争气，现在就得指望你赶快给他生个白白胖胖的儿子，也好给念祖做个伴儿嘛，啊？二夫人，二夫人，二
二夫人，你们是在叫我吗？请二夫人过目。圆圆，看来你还是不习惯他们称呼你二夫人。方老板，二夫人，我们先去忙了。去吧。这过几天太后大寿了，你说我绣些什么好呢？这福禄寿3星太闷了，宁王肯定不喜欢。怎么不看着我说话？对不起，昨天晚上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圆圆，昨天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你大可不必放在心上。虽然我们已经成了亲，但是你不必刻意去改变什么，也不必迎合我。你当我是大哥也好，朋友也罢，都行。总之，你以前怎么对我舒服，现在就怎么来。可我已经嫁给你了，对不起，我应该好好服侍你的。不要老说对不起，人非草木。过去的那个他，跟你是多么的刻骨铭心，岂能说忘就忘了？反正你已经嫁给我了，我大可放心的等你。以后的时间还长着呢。来，我帮你点货，你看你的图。小心啊，轻点放，别压坏了啊。好。什么意思？这些啊都是你的聘礼。我说我要嫁了吗？谁让他瞎聘礼的？把东西拿出去！拿出去！听见了没有？哎，你们都下去吧。哎，你就别再任性了。这桩亲事呢，你爹都已经定下来了。下个月初1啊，你就得动身去湖南了，赶在15完婚。你之前答应过我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出尔反尔？你怎么总是说话不算数啊？你们骗我呀！你骗我！景真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闹够了没有？老爷，哎呀，老爷，要是再闹下去，我就打死你！老爷，哎呀，有本事你就气死我，你就可以不必嫁人了。呸呸呸！咱家嫁女儿办喜事，你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。女儿不听话就慢慢教嘛，何必要动气呢？气坏了身子怎么办呀？你看看你。哎呀，下个月就嫁人了，还慢慢教啊？如果她逃婚了呢？如果她再做出见不得人的事来呢？那我怎么跟人家张老板交代呀？我杭金亭的脸还不让他给丢光了？哎呀，哎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他很懂事的啊。哎呀，景真呐，别光站着，快给你爹道歉。你答应好好嫁人的嘛，别再气你爹了啊！来，你为什么非得要把我嫁到湖南？你真的那么不想见到我？你要真这么讨厌我，那我就死给你看！哎，你干什么呀？哎呀，你说说就行了嘛，景真，你放下，你干什么呀你？哎呀，他没有胆量死的。我告诉你，婚事我都答应了，聘礼我也收下了。你要再敢胡闹下去，我就找人把你绑上花轿，一块儿送到湖南去。你要真死了，我也让人把你的尸首抬过去。